将军，已经跑死2匹马了，前面有客栈，歇歇脚吧。魏强在等我救命，凤家100多口在等我续命。可您的身体跟不上就滚回军营。九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魏强他受辱自弃，死得好惨啊！到底是谁动的手？是皇贵妃林燕儿，她嫉恨魏强得宠，竟指使太监。不必说了，这红装我替妹妹穿。九爷，那是深宫，不是战场。对我来说没有区别，谁毁了危墙，我就要谁剥皮抽骨。慢着，皇贵妃有旨，疑心凤大小姐清白受损，为保皇室血脉，请女官当众验身。尔等放肆！我女儿清清白白，岂容你们这般羞辱？清白，这得查了才知道。老嬷嬷上！公公此举是疑心皇上的眼光，又或是挑衅我凤家的脸面？这是贵妃娘娘的关怀。关怀？好一个关怀！母亲，取3尺白绫来。九爷，本宫今日若受此辱，凤家宁为玉碎。我今日便在这凤府门前以死明志，任由尔等开棺验尸。若我是清白的，便请皇贵妃在金銮堂前为我凤家披麻戴孝。这吉时已到，宣皇后入宫，一拜天地。皇上今日似乎有些身体不适。皇后多虑了，朕只是有些乏了。这人气息浮躁，步履虚晃，哼，这绝不是传闻中能带兵打仗的萧玉。皇上有旨，今日是容妃的忌日，皇上出宫祭拜，由瑞王代行大礼。皇上今晚就不过来了。新婚夜让替身拜堂，如今连房都不入，皇上这不是要把娘娘往死里羞辱吗？娘娘，这后宫里宠爱才是命，您早些安置吧。代行大礼，这就是他给我凤家的下马威。小姐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哼，他不来正好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带路去凌霄殿，我倒要看看那位皇贵妃到底有多大本事，能让皇帝在新婚夜抛弃皇后。皇上，那凤家的女儿当众闹着要寻死，可真是个烈性子呢。烈性子，折断了便是，要为了吗？为了，那药性烈，保准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微强，这就是真相。放开！皇后，你夜深不睡，跑来朕的宠妃中的宫外做什么？身手不错，这就是凤家叫出来的大家闺秀。臣妾听闻贵妃头疾，特意深夜送药。倒是皇上，不是出宫祭拜了吗？朕去哪儿需要向你报备？臣妾不敢，只是既然皇上在宫里，却让瑞王替您拜堂，这桩婚事皇上若不想要，大可直言相告。凤微强，朕警告你，收起你的小聪明，这后宫朕说了算。药送到了，臣妾告退。有点意思，只是这一身杀气，哪里像是闺阁女子？皇上，您不是不来吗？凤微强，你在凌霄殿外转那一圈，不就是为了引朕过来吗？现在朕如你所愿。皇上请自重。哼，自重？你是朕的皇后，朕要你弑君，天经地义。枕下藏刀，身法利落，你绝不是凤微强。皇上认人的本事，似乎和您的酒量一样，都不太好。说，真正的凤微强在哪儿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凤微强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大可现在就掐死我。朕最厌恶被人要挟，想弑君，你还不配。滚去侧殿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新后娘娘吗？怎么，昨儿个瑞王殿下代行大礼，姐姐可睡得安稳？姐姐这话说的，新婚夜守空床，滋味怕是不好受吧？本宫安稳与否，不劳贵妃操心。倒是贵妃，昨夜凌霄殿的灯火烧到天明。哼，那是皇上怜爱，非要拉着臣妾批阅奏折。皇上还说呢，有的地方即便点上红烛，也像个冷冰冰的枯坟，死气沉沉。姐姐这副从北大营带回来的粗鄙性子，也难怪皇上连看一眼都觉得污了眼睛。看来贵妃这病
还没好全，不仅脑子乱，这嘴也该缝一缝了。身为妃妾，公然非议圣宠，诋毁皇后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是皇上亲封的皇贵妃，在这后宫，皇上的宠爱就是我的胆子。你一个……凤九言，你竟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这一掌是教你什么是主妾尊卑。你们都死了吗？快把他抓起来，他要行凶！去请皇上过来，本宫正好当面问问，这后宫的规矩是皇上定的，还是你林贵妃定的？好，你等着，皇上定会将你废除。皇后好大的威风，大婚第一天就动用私刑。臣妾是在替皇上教导后妃礼仪。教导？这一掌的力道，凤家果然不简单。林贵妃欲举在先，臣妾身为六宫之主，理应肃清。若皇上觉得臣妾下手重了，大可降罪。若是杀了你，朕还要再娶一个。那皇上大可省了这份心思，只要规矩在，谁当皇后都一样。凤九言，朕倒是小看了你，入宫才几日，竟敢私下串通台谏言官联名死谏，逼朕停了凌霄殿的工期，谁给你的胆子干政？边境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土，3月军饷未发，皇上却为了宠妃的一句喜好，动用100万库银大兴土木。臣妾身为南齐皇后，不能坐视这江山被挥霍殆尽。朕的江山怎么做，轮不到你一个深闺女子指手画脚。你摆出这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到底是为了江山，还是为了报复林燕儿对你的那一箭之仇？报私仇，臣妾有100种法子让贵妃消失，但要救南齐，唯有皇上亲自下这道罪己诏。臣妾今日在此，即便被废黜赐死，也绝不收回谏言。罪己诏？朕是天子，何罪之有？你要朕向那群卑贱的草民认错？那皇上看看这个，这是北大营32将的联名请愿血书，他们拼死送进京，不是为了要挟，而是为了告诉皇上，将士们的锅里已经没粮了。若皇上不怜悯袍泽，这江山也就悬了。你一介女流，竟能拿到北大营的联名信，凤家到底还瞒了朕多少事？凤九言，你在用天下人的嘴和边境的人逼朕低头。臣妾是在救皇上的名声，由皇上主动下诏自修奢靡，天下人只会夸皇上知错能改。这道诏书保的是皇上的万世英名。你指因朕思虑不周，误动国库，即日起撤去凌霄殿工程，所得银两悉数退还，快马拨往边境。皇上，这万万不可啊，会伤了皇贵妃的心。滚出去办！谁再多言，朕送他去见先皇。围墙，看清楚了吗？林燕儿引以为傲的宠爱，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，这只是复仇的第一步。曼陀罗的苦味，还有腐烂的恶臭。妖人，林燕儿，你竟敢在宫内行此禁忌之事！这是魏双的，他当初也在这里遭受过折磨。杀了我，救救我！皇后，你这身打扮是打算去北大营领兵，还是打算在这荒园子给朕一个惊喜？臣妾睡不着，随处走走。随处走走，走到了朕的禁地。禁地？我看这冷宫底下藏的可不是皇上的秘密，而是这后宫的罪恶。朕劝你少管闲事，否则即便是凤家也保不住你的命。臣妾的命一向掌握在自己手里，皇上若想灭口，大可试试。皇上口中的禁地竟是这般人间炼狱，这满地的要人可是为了给您的宠妃延年益寿。朕说过，知道的越多，命就越短。凤九言，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？这东西已经没了人性，皇上还要护着这毒源到几时？这些药人并非朕所养，而是林家为了控制朕，献给先皇的长生方。先皇？林家竟敢蒙骗两朝天子！林燕儿手中有控制药人的母蛊，
朕之所以宠他，是因为朕体内的余毒，唯有他的血能解。难怪皇上夜夜留宿凌霄殿，却从不留龙种。朕这个皇帝，活得像个傀儡。凤九言，你若真想复仇，就帮朕毁了这母骨。臣妾不为皇上，只为我那惨死的妹妹。小姐，皇上竟然放您回来了，他没发现您的身份吗？他怀疑了，但他现在更需要我的武功。凌燕儿这几日定会察觉禁地被闯。连生，去传信给吴白，让他盯紧林家在城外的庄子。是，可皇上那边……萧玉是一把双刃剑，他想借我的手除掉林家，我也要借他的手将当年害微商的人一网打尽。那贱人那一巴掌，本宫要他拿全家的命来偿。回娘娘，昨夜守卫回报，确有黑影闯入。李太医，禁地暗室那边，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皇上亲自带人封锁了现场，严禁任何人出出，甚至连咱们的人也被挡了回来。皇上护着他，为了那个凤九言，他竟连本宫的控制都不顾了。娘娘，若是那些东西被发现，皇上万一龙颜大怒又如何？他离不开本宫的解药，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本宫不义。今晚把那批没炼成的次品放出来，我要让他的坤宁宫变成真正的修罗场。来了，封锁侧门，一个都不要放走。凌燕儿真是疯了，竟敢公然指使这些怪物冲击坤宁宫。皇上，您的宠妃这份大礼，臣妾收下了。不知皇上打算给臣妾一个什么说法？凤微强自顾体弱多病，连重一点的琴都抱不动。你这杆枪，这架势，至少有10年的功底吧？为了在这一口枯井里活命，女子也能拿枪杀敌。皇上现在是想治臣妾欺君的隐瞒之罪，还是去凌霄殿找那位贵妃要一个交代？江林，传旨，摆驾凌霄殿，朕亲手带你去要这个交代。皇上，您可算来了！臣妾刚才做了噩梦，梦见坤宁宫闹鬼，臣妾正为您祈福呢。闹鬼，还是闹你凌家私自培养的药人？臣妾听不懂。听不懂？那这枚从药人身上搜出来的，刻着凌家死士标记的丝印，贵妃该认得吧？这是栽赃！皇上，您最清楚臣妾对您的心意啊！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您的江山啊！萧玉，你别忘了，你体内的余毒只有我能解。杀了我，你活不过明天。解药的事不劳你操心。本宫在北境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，你还在闺阁里玩毒呢。传朕口谕：凌氏嫣儿祸乱后宫，以药人残害同门，废去贵妃位，贬入行者司，即刻行刑，剥夺凌家所有恩赏。萧玉，你过河拆桥！凤九言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真正的秘密你根本不知道。林燕儿，死到临头，说吧，微强死前到底在这地牢里发现了什么？他发现了一个足以让你们凤家诛九族的秘密。凤九言，你以为你是来报仇的，其实你是来送死的。少废话，说。萧玉直在暗中追查的那个逆贼组织，首领其实就是你的父亲，江州司马凤老爷。少将军，密报，皇上昨夜密令，加派了3倍大内高手赶赴江州，名义上接凤老爷回宫续职，实则是变相软禁。续职？那是引蛇出洞。萧玉定是察觉了药人暗中凤家的影子，在试探我。少将军，与其等他查清真相将咱们一网打尽，干脆反了，属下这就集结宫外的兄弟，趁夜色护送您冲出京城。胡闹！凤家100余口老小的性命极系于此，我现在走了，他们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您的身份真的瞒不住了，皇上这2天甚至调阅了北大营近5年的军籍系图，他在对您的指纹和身形。既然他想看，本宫就让他看个清楚。今日北大营送来一批新锐，
朕听闻皇后在凤府时也曾习过些花拳绣腿，不如替朕挑选几个可造之才。臣妾自幼养在闺阁，不过是见过些皮毛，选兵选将这等军国大事，臣妾一介女流，哪敢智慧？是吗？这宫名唤破阵，需3弹之力方能拉开。凤约强，你可敢替朕试试这宫的韧性？皇上，这宫太沉，莫要难为了臣妾。拉开它，朕赦你凤家一罪；若拉不开，便是欺君。凤微强弱不禁风，连重一点的琴都抱不动，你到底是谁？皇上心中已有答案，何必明知故问？凤九言，那个在北京杀敌千里的少将军，你竟敢欺君替驾，藏在朕的卧榻之侧！我若不嫁微强死的冤屈，凤家也早已没命。事已至此，皇上要杀要剐，请便。欺君替驾，统领北大营的凤少将军，竟甘愿在朕的后宫做个指甲染扣单的怨妇。凤九言，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父亲，灭你凤家？皇上若要杀，在练兵场时，臣妾便是一具尸首了。皇上留着臣妾，是因为江州的漏银案，皇上一个人查不下去。朝堂世家根深蒂固，没有凤家军在地方牵制，皇上这道谕旨怕是出不了京城。你觉得朕需要一个欺君的女人来帮衬？朕要凤家军随时可以换个听话的将领去接管，而不是留着你这个随时会反噬的祸害。换人，北大营30万将士只认凤家旗。皇上若是现在杀了我，明日边境无将可用。若北燕铁骑压境，皇上打算派哪位世家大人上阵杀敌？你在威胁朕，朕最恨旁人挟兵自重。皇上不需要女人，但皇上需要一把能破开林家和慕容家军权垄断的锋刃。臣妾就是那把刀，只要能报仇，臣妾甘愿做皇上最锋利的兵刃。江大人，娘娘一向循规蹈矩，皇上为何突然派人封了坤宁宫？娘娘现在人在何处？莲霜姑娘，这是圣旨，微臣只是奉命行事。吴侍卫，把按在刀柄上的手松开吧。如今这坤宁宫上下100余人的命，全在皇上一念之间，劝你别冲动。怎么，这会儿知道怕了？你白天那副视死如归的将军气度哪儿去了？凤九言，让朕看看，你这副傲骨下面究竟藏了个什么样的女人？皇上大可再往前半分，臣妾说过了，臣妾是皇上的刀，但刀若是被逼入绝境，也是会弑主的。婵儿，凌燕儿彻底倒台了，如今那凤家的皇后又被皇上软禁在紫晨宫，后宫无主，这可是咱们慕容家最好的机会。你这张脸就是你最大的本惨。娘，急什么？凌燕儿是毁在自己太蠢，那位凤少将军能瞒天过海这么久，绝不是好对付的。不过既然他现在惹了皇上疑心，本宫就顺手送他一程，让这后宫换个主人。启奏皇上，昨夜钟粹宫的敬贵人用了上食局送去的燕窝，突发腹痛，太医查验是中了毛磷粉。禁军在现场查获了坤宁宫的腰牌，腰牌是你们坤宁宫独有的青铜制，送燕窝的宫女也一口咬定昨夜见到了坤宁宫的人。你一句栽赃就想推得一干二净？皇上若是觉得臣妾智勇双全到能统领北大营，却在后宫用这种错漏百出的法子去害一个无关紧要的贵人，那臣妾无话可说。前朝大臣已经开始上书弹劾你无德，残害嫔妃。那就把这案子交给臣妾自己来查，给臣妾3天时间。臣妾不仅能自证清白，还能帮皇上把这只躲在暗处咬人的耗子给揪出来。好，朕给你这个权利。查不出来，你就一辈子待在这紫晨宫，别想再碰你的凤家枪。直接拉到刑者司审了，重刑之下不怕他不交代。皇后娘娘，您可不能因为嘉嫔是你母家的舅父就百般包庇。娘娘，嫔妾冤枉。那燕窝虽然经过嫔妾的手，但嫔妾绝没有下毒啊。重刑之下亦有冤案，若嘉嫔真欲除掉敬贵人，断不会用这般不致命的药粉。去请敬贵人过来，本宫亲自验毒。验毒？太医都验过了，是毛根粉。难不成娘娘还懂医术，能验出花来？药库里的毛利粉用老鹳草烧招而成，遇水成微黄。娘娘法眼，这确实不是宫中御药房的东西，倒像是前几日上食局新进的采办，走的是民间商道。宁妃，内务府上食局如今做主的人可是你兄长引荐的，
皇后这是何意？上时局采办下人千万，怎么就成了我兄长指使的？指不定是有人故意从外面买了来陷害本宫。是不是陷害？把昨夜当值的采办太监拉去内务府对质便知。上时局采办一共3人，昨夜连夜突审，动了军中的法子，已经全招了。钥是慕容家婵妃入宫前在外面备下的，腰牌是宁妃指使宫女偷的，卷宗在此，请皇上过目。好一个凤少将军，不过6个时辰就把世家在后宫布下的这盘棋砸得稀乱。宁妃降位，上时局清洗，连带着慕容家在前朝的爪牙都被扯出来，朕倒是小瞧了你。臣妾既然帮皇上拔了钉子，皇上答应臣妾的事也该兑现了。解除禁足，还你凤印。不过凤九言，你今日在前殿那般显露锋芒，前朝那些老狐狸只会更加忌惮你。让他们忌惮，总好过让他们觉得凤家好欺负。只要皇上这把柄不松，臣妾这把刀就能一直替皇上杀下去。看来朕留着你这把刀确实是留对了，那就继续走下去，看看前朝那些人能挡得住你几枪。少将军，江州加急密报，暗探查到了什么？皇上加派了大内高手赶赴江州，已将凤老爷软禁在司马府。不可能，可那字迹确实是老爷的亲笔。少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皇上那边怕是已经起了疑心，贪腐案只是个借口。父亲他无权无势，若不是受人胁迫，就是为了掩盖微强入宫的真正原因。二小姐入宫不是因为灵燕儿吗？难不成这背后还有隐情？微强生性温婉，当年若只是寻常选秀，父亲断不会让他卷入京城这个死局。去查，把这封信里提到的京城庄子找出来。在皇上动手前，我必须拿到父亲藏匿的所有原信。江州运往京城的官银查到下落了。回皇上，江州司马府流出的这些资金走的是江湖商道，明面上买的是药材和粮草，但最终都流向了京城城外一处叫听风阁的庄子。听风阁？那是什么地方？明面上是个普通的避暑山庄，但微臣查到，那庄子的地契在多年前登在了一个已经绝户的谭台姓氏名下。谭台，前朝大周的机关世家。皇上，暗探在江州截获的信件里，凤老爷一直在打听冷宫禁地的信息。微臣怀疑凤家是不是在前朝就埋下庄子，意图不轨。凤九言在紫云宫跟朕要权查案，他爹在江州跟前朝余孽勾连，这父女俩倒是把朕的天下当成了他们博弈的棋盘。让江林带人把城外的庄子盯死，朕倒要看看凤九言什么时候会去接头。父亲，你究竟瞒了女儿多少事？若凤门真的通敌叛国，女儿又该如何自处？好俊的凤家枪法，堂堂皇后大半夜不侍寝，倒来这耗子洞里找死。烈无心，你身为江湖大盗，查长生坊做什么？江州的漏银是不是落在了你手里？长生坊那种鬼东西，老子没兴趣。老子来这儿是为了给死去的弟兄讨个公道。这地下的怪物可不止林燕儿养的那几个。什么意思？林燕儿不过是个傀儡，她懂什么药理机关？当年的药人案最早是慈宁宫那位的母族开始筹办的，你那可怜的妹妹就是撞破了上时局运送药人的秘密，才被灭口的。太后，信不信由你。不过今晚你怕是走不了了，外面的耗子已经被惊动了。皇后娘娘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皇后大半夜不待在坤宁宫，穿着这身衣裳夜查禁地，是想找什么，还是想见什么人？臣妾查到毒害晋贵人的毛根粉源头在上时局，而上时局多年前的账目被丢弃在冷宫，臣妾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这才前来搜寻。是吗？那账目呢？臣妾刚入内，便发现这里早已被人烧毁，一无所获。江林，给朕搜，一寸一寸的查，看看这地底下到底藏了什么脏东西。皇上，这废井底下多有沼气，深夜入内极易中毒。既然臣妾已经查明账目不在，皇上何必让将士们白白涉险？好，既然皇后这么说了，朕便信你一次。撤兵。刚才谢了，算老子欠你一个人情。少废话，既然知道是太后，你手里的证据什么时候能给我？3日后城外庄子见。奉劝你一句，那皇帝不是省油的灯，刚才不搜，因为他猜到井下有人了。你这把刀快被他折断了。皇帝和皇后最近手伸得太长了，连冷宫的地缝都想扒开看一看。太后娘娘，这东西是在前朝巫蛊案谷的库房里寻来的仿制品，只要从坤宁宫搜出来，欺君是死，弑君更是株连九族的大罪。凤九言是个将才，可惜了。
太聪明的女人在后宫活不长。皇帝虽然忌惮世家，但更忌惮有人要她的命。宁妃那个蠢货已经废了，上侍局现在空了出来，只要除掉凤九言，臣妾定能替太后和慕容家把持住后宫的商道。把事情做干净点，皇帝疑心重，一旦沾上巫蛊，他绝不会给凤家任何辩解的机会。去办吧。闭嘴！深更半夜，你在娘娘床底下摸索什么？巫蛊！你们这群丧心病狂的杂碎，竟然想害死娘娘！知道了又如何？外面全是大内密探，只要我一叫，坤宁宫今晚照样得抄家。那也得看你有没有命叫出声。娘娘，出大事了！抓到了慕容家插进来的死士，他们把这东西藏在您的床榻下。慕容婵还真是等不及了，前脚下毒不成，后脚就动用了前朝的巫蛊手段。娘娘，现在怎么办？太后明早一定会带着内卫来例行搜宫，这东西留在宫里是个死罪啊！既然他们想借刀杀人，那本宫就放手让他们把这把刀递到皇上手里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把木偶放回去，去通知吴白，明早太后搜宫前，让皇上亲自来坤宁宫看一出好戏。既然要砸盘子，那就砸得再大一点。放肆！凤九言，你身为南齐皇后，竟在坤宁宫内私设巫蛊，诅咒君上，你可知这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？皇后娘娘，您糊涂啊！皇上平日里待您不薄，您怎能用这等阴毒的手段残害皇上？太后娘娘连查都不查，就认定这东西是本宫放的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想狡辩？来人，传旨前朝，将凤家通敌谋逆、诅咒君上的罪名公诸天下。慢着，母后动用这么大阵仗，连朕这个当事人都惊动了，不知是要定谁的罪？皇上，你看，自己清清楚楚，他还想销毁证据。太后娘娘急着定罪，却不知本宫昨夜抓到刺客后，早已将这木偶体内的棉絮换成了慕容府上特有的西域奇毒药粉，更砸了宁妃宫里的死灰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根本不知道什么西域奇毒。这药粉遇热则散发异香，名为瑞劳。皇上，究竟是谁在诅咒您？又是谁在这宫里藏了要您命的毒药？一闻便知。瑞劳香，慕容家前日刚进贡的西域贡品。皇上，这定是皇后的离间之计。母后，手伸得太长容易断，坤宁宫的人朕自己会管，内务府和慕容家该清醒。滚出去！朕不需要你待在这里看朕的笑话。长生坊的余毒今晚若是不逼出来，皇上明日便是一具干尸。臣妾奉陪到底，不是为了看戏。朕说过，不准任何人看到朕这副模样。凤九言，你这是弑君！闭嘴！在军中，不听军医指挥的伤兵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凤九言，你用自己的血给朕引毒，不要命了？你救朕，是为了凤家不被灭门，还是为了朕这个人？皇上谕旨了，臣妾说过，皇上若死了，前朝必乱，世家便会彻底划分北境。朕不听这些家国大义，朕只问你，你心里可曾有过朕半分？臣妾救的是南齐的君，皇上龙体初安，还是莫要心思太重。皇上，这是北京将领和10万灾民的请愿血书，将士们的锅里已经没粮了，世家却在后方隐匿田产，中饱私囊。那帮老狐狸以国库空虚为由，正弹劾凤家军在北京冒进，要朕削减北大营的开支。你现在来跟朕要粮？前朝的借口是国库空虚，可皇上心知肚明，银子都在世家的口袋里。若要他们吐出银子，
唯有皇上先做出表率。表率？朕已经剪了御膳的规制，你还想要朕如何？臣妾要皇上下罪己诏，向天下人承认错信世家，削减后宫一切度支，停建江南行宫，自削天子奢靡，以安民心。你要朕下罪己诏？朕是天子，天子何错之有？你要朕向那群卑贱的草民低头认错？天子无错，那北境冻死的士兵何错之有？江州一子而食的灾民何错之有？凤九言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！臣妾是在救皇上的江山，皇上若是不下诏，不出3个月，将士哗变，叛军四起，这烽火便能直接烧到御书房的大门。到时候，皇上守着天子的尊严，去跟叛军谈判吗？朕即位以来，穷兵黩武，任用奸佞，陛下，致使边境将士受冻，百姓流离。此皆朕一人之过，上负天恩，下愧黎民。即日起，罢免户部不作为官员，行宫即刻停工，公众度支削减半数，库银私数拨往北大营。皇上，不可！天子下诏罪己，乃是向天下草民低头。长此以往，皇家威严何在？动摇国本啊！请皇上收回成命。国本？朕的国本在边境，在北大营将士的刀锋上。前方将士若是饿死，世家可愿替朕去守国门？谁再敢阻拦拨饷非议诏书，横同谋逆，朕定斩不饶！皇上心里有我们，兄弟们在地下能合眼了，能合眼了！朕当了这么多年皇帝，每日听着那帮老狐狸高呼万岁，却不知这2字这么重。凤九言，朕为了你的30万将士，把天子的傲骨都折了。皇上折了傲骨，却换回了南齐百姓的脊梁。前线将士若知皇上如此，必当以死相报。朕不要他们死，朕要他们活。为了你，连天子的尊严都不要了。若凤家敢背叛朕，凤九言，你该知道后果。我心中只有南齐的天下和百姓。皇上是明君，凤家军便是皇上最锋利的。少将军，这些世家大族精明得很，明面上各家名下的田产都符合大例，绝无超标。可实际上呢？实际上，他们通过层层联姻，把私产和隐秘的黑田全挂在了依附世家的外戚妇人名下。只要姻亲关系在，这些产业就动不得。南清律法保护女子母家陪嫁和后院私产，咱们若是强行去查，前朝那帮言官能用唾沫星子把坤宁宫淹了。除非他们自己分家，产业重新登记。吴白放出风去，就说后宫由本宫做主。即日起，凡南妻女子饱受夫家虐待，怨偶不和，心有不甘者，皆可由母家陪同去县衙登记和离。妙啊！世家子弟多纨绔，后院里被冷落被折磨的女子不知多少。这一道和离令下去，不仅是给天下的苦难女子放生，更是生生撕了世家联姻、侵占私产的底部。可若是世家阻拦不放人呢？有本宫的细旨撑腰，更有皇上的罪己诏余威在。告诉各县衙门，凡阻挠和离、侵吞女子产业者，务必按大律严惩。本宫倒要看看，他们是为了面子放手，还是为了银子狗咬狗。长能耐了是不是？敢跟老子和离？你吃老子的，穿老子的！今天出了这个门，老子让你横尸荒野！我呸！我身上的伤全是你打的，我母家带过来的300亩良田，全被你们拿去花天酒地。今天有皇后娘娘的懿旨，我就是死，也要跟你们林家断得干干净净！吵什么吵？皇后娘娘的懿旨在此，凡女子求和离者，夫家若敢阻拦，先打20大板，滚开！皇上糊涂啊，皇后祸国啊！这天下哪有女人主动修复的道理？老子的家产，老子的良田啊！皇上，如今皇后不守妇道，干预朝政，颁布那所谓的妖法，天下妇人纷纷忤逆夫兄，纲常崩解啊！清君侧，废妖后，聘击私臣，祸国殃民，请皇上顺应天意，废除妖后。江大人，你进去通报一声吧。这些学宫弟子可都是胆齐未来的栋梁啊！若今日皇后不惩治，这满城学子便要在这大雨中绝食赴死。皇上，孔修带了300学子，把午门死堵住了。前朝几位老大人也跟着脱了官帽，长跪不起。他们言辞激烈，逼着您立刻下旨废后。废后？江林，你跟了朕这么多年，你觉得他们真的是为了所谓的纲常礼法吗？微臣愚钝。他们是在心疼被那道法令清查出来的万顷黑田，是在害怕手里再也握不住的世家私产。孔修那老东西，他是在为圣神叫屈，还是在为自己的荷包叫痛？皇上，自前2日皇后娘娘在京中推行清查民间隐匿田产，允许愿求登记和离的倡议后，京城5城兵马堂门前已经围满了求赐和离书的妇人。荒谬！女子怎可主动修复？
娘娘此举是要将我南齐的纲常伦理彻底颠覆啊！林家、李家、慕容家的后院都翻了天了，长此以往，夫不夫，妻不妻，南齐国将不国，请皇上立刻收回成命，请皇上惩治祸主，以正纲常。诸位大人高谈阔论，可知去年南齐因宗族私刑致死的妇女有多少？整整3400余起。这些妇人的母族不乏我边将将士的家眷，将士在前方流血，家中姊妹却在后方被逼致死。退朝！大人看这朕能翻得了这金銮殿的天？少将军，兵马司门前的妇人越聚越多，但慕容家和几个大世家的人已经暗中派了私兵加丁，在四周围堵威胁，不少妇人领了和离书，却根本走不出街道。何止是威胁？你们瞧瞧这几笔，凡是去兵马司登记和离的妇人，他们名下的陪嫁良田，正好都是世家用来隐匿黑田中饱私囊的幌子。女人们要和离，要把产业带走，等同于直接割了这帮老狐狸的肉。所以他们急了，朝堂上弹劾不成，现在就动用所有的江湖线索和族中死士，在城中围杀这些妇人。少将军，咱们的人手不够，要动用北大营城防驻军吗？绝笔书，孔修那老东西，当年逼着朕纳宁妃的时候，也是这副为了设计的恶心嘴脸。江林，私吞边饷的证据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暗卫死士从兵制案刘家暗室里2边饷，有4成通过姻亲关系洗进了孔修在江州的私产里。这本册子就是他们的命门。好一个文人风骨，吃着边境将士的血肉，还敢给朕在这装清高！听君侧，废妖后，废妖后！给朕听好了，南齐的规矩朕说了算，皇后的规矩亦是朕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言废后2字，视同谋反，杀无赦。杨林，给朕当场拿下反抗者，就地正法。你口口声声为万世开太平，你可知你那好侄儿为了保住刘家给你们孔氏的分红，是如何将林家闺女活活钉死在棺材里的？老臣不知。圣贤若是知道南齐的太平是用北京将士家眷的命换来的，圣贤也恨不得从地底下爬出来掐死你这虚伪之徒。皇上今日血洗午门，天下读书人的笔杆子，怕是要把皇上写成千古第一暴君。暴君又如何？只要能把这帮吃里扒外的老东西连根拔起，只要能把你这把刀稳稳留在朕的身边，这恶名朕担得起。皇上，九言，别动。今天在殿上，那些老东西盯着你看，朕恨不得把他们的眼珠子全抠出来。朕用这万里江山护你无忧，你不是朕的臣子，你是朕唯一的妻。这道伤是哪一年留下来的？崇德3年，北境突袭战。皇上，江州司马流向京城的资金账目，臣妾已经让东方氏理清了，接下来应该……朕今夜在这里，不想听前朝，不想听战事，更不想听你自称臣妾。九言，你看着朕，你的心里难道真的只有南齐的万里江山，就没有半分朕的位置吗？皇上要的深情，微臣给不起。微臣入宫是为了给微强报仇，是为了凤家百口人的命。那朕就帮你把伤害过他的人通通杀光。凤九言，你生是朕的将军，死也是朕的皇后。既然你的心房是铁打的，那朕就用这一生把它一寸一寸的砸碎。报！北燕调兵频繁，已在宣征外合围了北大营换防的3000骑兵。敌军对我驻军的换防路线，时臣了如指掌。主帅请求急调军饷军粮支援。了如指掌。朕3日前才下达的换防密旨，北燕昨日就设好了埋伏。兵部、户部，你们谁来告诉朕，这密旨是怎么飞去北燕的？皇上，前线换防图乃绝密，朝中定有级别极高的内鬼，正借北燕的刀削弱北大营。如今当务之急是稳定前方军心，臣妾请雍亲自押运这批清查世家所得的军饷粮草，即刻出京。皇上不可啊！皇后乃千金之躯，怎可再次插手押运军资啊？这与理不合啊！不准在意，传朕旨意，由皇后亲自督办运粮。江林，点一队玄甲卫随行，谁敢在粮草上动手脚，朕当场诛他9族。少将军，北燕后方似乎有中原高人在指点兵阵。北燕那边的探子回报，这次伏击的阵型古怪刁钻，根本不像是燕人的手主。咱们这次运粮，怕是成了活肚子。不仅是燕人，京城里的老狐狸虽然在午门被皇上吓破了胆，但这运粮路漫长，若他们联合内鬼在半路截杀，那可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！不出京城，怎么能把剩下的狐狸尾巴一刀斩断？少将军的意思是引蛇出洞。对方既然敢把北大营的换防图卖给北燕，就绝对不会放过这批救命粮。既然他们想要，本宫就亲自送过去，通知北大营旧部按计划行事。有埋伏，护驾，保护粮车！北大营旧部听令，一个不留。
杀！少将军，你看这个。原来是太后。我凤家和北大营在前方拼命，真正在背后剜肉的是坐在后宫的老佛爷。少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调转马头，随本宫单骑回京。凤九言，你放肆，手持兵刃私闯慈宁宫，你是想谋反吗？太后娘娘，落英谷的数百死士已经全部伏究，这枚令牌您可认得？哀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随便拿个牌子就想栽赃哀家。皇帝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为了这个女人要忤逆亲生母亲吗？母后，九言护的是朕的国，是朕的北大营，而您却在剜朕的肉，把朕的30万凤家军往死路上推。你竟然为了这个通敌的凤家后人忤逆我！传旨，太后报话，即日起于慈宁宫静养，无朕特许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萧玉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以为你护着的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你查了5年的大周逆贼组织，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庄王，你可知他们的军师是谁？就是当年的神医谭台岩。而为你凤家提供谋反火药和千万资金的幕后金主，就是东山国的袁家。萧玉啊萧玉，你枕边人的父亲早已是前朝的走狗，凤家从一开始就不干净，你护着他，就是护着灭南齐江山的叛贼。皇上、娘娘，这蛛网是当年的大周杀敌利器，极其残忍暴虐。谭台家的机关术不留活口，一旦触动，方圆100丈化为血海。若北燕得到了完整的蛛网，单其边境危矣。若是让他们用这种阴狠机关赢了，天下必将陷入效仿霸道术的万劫不复。我们必须改制他。太后临死前咬出谭台眼，绝非空穴来风。当年的大周余孽不仅想复国，还想用这霸道术把南齐拉入地狱。少将军，北京暗线传来死讯，他们用命换回一条消息。北燕3皇子的幕僚中，确实出现了一个自称谭台后人的瞎眼谋士。北大营上次换防图泄露，应该就是此人的手笔。太后虽被软禁，但蛛网的引星已经点燃了。北燕大军有了谭台家的机关，随时可能发动总攻。那咱们在京城的动作是不是得停一停？停不得，内贼不肃清，前方将士就是去送死。传令东方氏3天之内必须找出图纸的残缺部分。皇上，前朝几位老臣借题上奏，说皇后娘娘言行过激，冲撞太后，有失中宫端庄。他们联名请求皇上让皇后娘娘暂时留在宫中静心反信卒。他们是怕太后倒了，下一个轮到他们。传朕口谕给大理寺，孔修和刘家的案子连夜结案，凡有牵连者一律即没。那舆论那边，朕就是舆论。北燕要战，朕便给他们战。但在此之前，谁敢动凤九言一下，朕就先用他的血来祭起。娘娘，谭台岩老谋深算，这蛛网若真在北燕境内铺开，咱们北大营30万铁骑冲锋时变成了活靶子啊！那就不让他们等到消息。臣妾明日便启程赶赴北大营，以大教场演武为由，提前完成换防部署。谭台眼的机关术再强，他也需要时间布阵。在那之前，我会把他的爪牙拔干净。皇上、娘娘，暗卫来报，京城外的沧州、江州等地遭遇地方士族强烈联合抵制，士族联合地方官员隐瞒不报，甚至教唆宗族长老将30多名求赐和离书的妇人活活进了猪笼，沉了河。这些地方豪强，朕的法令刀、朕的刀杀不到地方吗？朝廷诏令出不了京城，是因为打得不够疼。臣妾请求微服离京，亲自去看看这片火烧世家的残局。朕陪你一起去。江山是朕的，朕亲自去撕了他们的伪装。皇上、娘娘，暗卫来报，京城外的沧州、江州等地遭遇地方士族强烈联合抵制，士族联合地方官员隐瞒不报，甚至教唆宗族长老将30多名求赐和离书的妇人活活进了猪笼，沉了河。这些地方豪强，朕的法令刀、朕的刀杀不到地方吗？朝廷诏令出不了京城，是因为打得不够疼。皇上，内忧不除，臣妾在边境也无法安心抗敌。臣妾请求微服离京，亲自去看看这片火烧世家的残局。朕陪你一起去。江山是朕的，朕亲自去撕了他们的伪装。主子，前面就是沧州边界了。这地方名义上是朝廷的郡县，可实际上大半的粮仓和土地都握在林氏一族手里，连知府见了林家家主都得磕头。难怪朝廷的罪己诏发到地方，百姓反而过得更苦。定是这些世家把削减的赋税层层加码扣在了平民头上。好一个国中之国！走，进城。滚滚滚！哪来的叫花子？林老爷说了，最近京城出了妖王，颁了妖法，今年沧州不准外人进城。官爷，我们是隔壁县逃荒来的，听说朝廷免了税，求官爷放条生路吧。免税？那是京城皇帝老儿放的屁，在侧州林家的话才是天理。再不滚，乱棍打死！我的腿！哪个不长眼的杂碎暗算老子？
就这点胆量，还敢在此丢人现眼？夫人手重了，仔细脏了剑。哼！你们给老子等着！方才那一剑出剑极快，收剑极稳，那民间寻常恶霸在你眼里确实连盘菜都算不上。恶霸虽小，背后定有地方府纵容。朕派去清查林家黑田的官差，在城外全被当成流寇杀了。既然明着查不进去，那便从暗处查。今夜来了个不知死活的俊俏哥，新来的玩物下注了，下注了！这位爷瞧着面生，打京城来的。今夜这擂台压注，您可得瞧准啊！下场的那小白脸儿，怕是撑不过一炷香。朕不若压他赢呢。压他？这铁笼里生死自负，林家豢养的13天宝等会儿可要上场。爷若是银子多，大可往下扔。我家主子要押10万两白银，赌台下那人今夜不败。但若赢了，我们要见你们的主事人。10万两，好大的手笔！只要台下他那小子拿得下10连胜，别说见主事人，林家在黑市的账本都能随你们看。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老子一斧头就让你站不起来！几位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这是沧州林家这3年来在黑市的所有洗银账目，还有依附林家的京官名单，求各位好汉饶命！受着伤还打得这么卖力，凤九言，你真当自己是不坏之身？军中制敌计本就该速战速决，拿到了这份名单，沧州林家在朝中的网就彻底破了。朕只在乎你。伍佰，清场，这些涉案的地方蛀虫一个都不许放走。换房图和猎场内部机关分布都传出去了吗？回娘娘，已交到北燕使者手中，他们带进猎场的随从全是北燕谭谭一族谭养的死士。只要凤九言进了落英峡，引狼乡一动，林中伏兵就能要了他的命。很好，本宫要亲眼看着他尸骨无存。凤家军少将军又如何？进了西山就是他的葬身之地。早就听闻3期新立的皇后娘娘曾在北境纵横沙场，可今日乃是诸国使臣正式围猎，密林里荆棘丛生，不知藏了多少猛兽。娘娘倒像是来郊游踏青的，千金之躯要是受了惊吓，我等粗人可担待不起。使臣有时间操心本宫的穿着，不如抓紧你自己的缰绳。等会儿一进密林，地形复杂，别连本宫的马蹄铁都瞧不见，平白丢了你们大燕所谓勇士的脸面。废话少说，围猎开局看的是手里的铁剑能射落多少猎物，而不是嘴皮子。既然诸位使臣按耐不住，那便请吧。皇上、娘娘，末将带人巡视前路，发现西侧防线有兵力调动的痕迹，手段极为隐蔽。防线空虚，正是刺客潜入的漏洞。看来慕容禅已经接上头了。朕大办比武，本就是要调出藏在暗处的蛀虫。江林，你带一队禁军去把那处防线堵死，别让他们的人逃出去。末将领命。皇上，引蛇出洞，咱们也该继续往前走了。朕陪你走一遭，看他们准备了什么把戏。南齐皇帝陛下，这高空飞鹰速度奇快，非我大燕第一流射手不可射落。今日这围猎开局的第一弓，若是南齐无大将敢接，本以臣可就代劳了。好剑法！大燕的弓太轻，本宫用不惯。这开局的第一弓，南秦就收下了。使臣大人，承让。刚才那一手背身盲射，射得漂亮。大燕那几个使臣的脸，朕已经很久没见他们这么温顺了。那不过是下马威。皇上，刚才我策马接剑的时候，闻到风里带了些奇怪的药草味儿。药草味儿？味道是从马蹄下传上来的。有人把引狼香涂在树枝草叶上，借由咱们的马匹带路。前面的地形是落英峡，两侧高中间低，是个死胡同。既然他们布好了局，朕若是不去，岂不是浪费了慕容禅的一番苦心？伍佰，属下在。皇上，来不及退了，马蹄上的异味彻底发散，是高敦度的引狼香，有埋伏。好死！凤九言，
大周澹台一族向你问好。当年北境战场你灭我全族，今日这洛英峡就是你和这昏君的绝地。澹台眼的余孽走狗，今日也配在南七的土地上言绝地。萧玉，躲开！贵妃娘娘，听里面的动静，澹台一族的死士已经和他们对上了。引狼香的分量，足够把方圆10里的畜生全招来。凤九言刚才那一手百步穿杨，确实让本宫惊心。但双拳难敌四手，他就算再有本事，今天也休想活着走出来。不过，南齐皇帝的暗卫尹六和禁军将领江林似乎都在往这边调兵，咱们动作得快。放心，本宫的人在沿途设了路障，只要谷底的声音一停，大局定下，咱们就带人下去救驾。到时候，这天下的局势便由本宫说了算。小心后方！小玉，别怪朕，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大周不会。那你们也看不到道理。你疯了！为什么要替我挡箭？以本宫的反应，根本伤不到要害。朕还没死，朕是天子，怎么能让自己的女人也要呢？你给朕记住了，你的命是朕的。闭嘴！别说话了，你会耗尽心脉的。你也会害怕。凤九言，你心里到底是有朕的。末将来迟，请皇上娘娘降罪。少废话！皇上中了澹台家的透骨毒弩，立刻传军医护送皇上起驾回宫，不得延误。遵命，快！皇上请自重，您龙体未愈，不该动用武力。自重？对自己的皇后，朕需要自重到什么地步？凤九言，你还要躲朕到什么时候？今夜别回你的凤鸣宫，就在这紫晨宫陪着朕，守着朕。皇上，伤口才刚止血，莫要胡闹。臣妾是南齐的皇后，按规矩，帝后不可同宿紫晨宫，臣妾得回去了。规矩？你在战场上抗旨不遵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规矩？你为了帮凤家军洗清冤屈入宫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规矩？九言，你骗得了天下人，骗不了自己的心。若你对朕无情，洛英峡中你为何要为朕失控到那般地步？你当时的眼神，恨不得把整座山都掀开。皇上若出事了，南齐大乱，凤尾军的冤爱便无人能翻。臣妾救的是南齐的君王，不是其他。是吗？那朕今夜偏要看看你这块冰山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。留下来，这是圣旨。臣妾遵旨。启奏皇上，末将奉旨查抄太仓地下武斗场，当场抓获勾结大周余孽、洗银买官之涉案官员67人，林家黑市账簿与同党名单在此，请圣上过目。皇上开恩，臣等绝无谋逆之心，都是林家逼迫，臣等若是不从，武斗场内的死士便要灭臣满门，臣等才一时糊涂受了赃款啊！皇上宽恕，臣等也是被逼无奈，求皇上念在臣等多年效忠的份上，饶臣一次。逼迫！林家那些钱20%都进了你们腰包，朕在西山遇险，换房图便是从你们手里流出去的。你们拿着南齐俸禄，吃着百姓血汗，却将朕与皇后置于极险之中。朕看你们不是一时糊涂，是嫌这南族的天下改姓改得不够快。这案子给朕大办，不论牵扯到谁，世家也好，皇亲也罢，通通给朕查。查到谁，谁就去行者司给死去的将士抵命，9族之内一个不留。皇上，此案牵连甚广，若是一网打尽，朝廷各部恐怕瞬间瘫痪。诸国使臣还在京中，微臣恳请皇上三思，循序渐进。大司马此言差矣，外贼一党，家贼难防。若非朝中有人里应外合，北燕使臣怎敢在列场如此嚣张？此事不除，难道要等他们把南齐的江山拱手让人时再查吗？哼，皇后说的对，朕还没死，这朝堂还轮不到世家做主。皇后在此次围猎中评定刺客救驾有功，传朕旨意，赐皇后上方斩马剑，执掌恭进。后宫与谗有异动勾结外敌者，皇后可先斩后奏。臣妾领旨，定不负皇上重托。背叛董妻者，臣妾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万岁！娘娘，这是何物？其构造之复杂，属下在南齐军中从未见过。果然是澹台家的霸道机关，这叫蛛网。行军打仗时若布下此物，方圆10里
人畜皆会被这些金刚丝线切割成碎肉。谭台一族不是在多年前被凤家军在北境歼灭了大半吗？他们的看家号领怎么会出现在京城的地下武斗场？百足之虫，死而不殃。看来林家在黑市不仅洗银买官，还成了谭台一族的庇护所。他们想用这个把整个京城变成绞肉场。娘娘，外头涉案的黑市拳手与账房已经全部押解上车，但林家外围的护卫在撤退时故意毁掉了几处账房，似乎是在掩盖某些核心图纸。不必找图纸了，最大的铁证就在这里。江林，带人把这块圆盘原封不动的挖出来，用金铁箱子装好，连夜运回本宫的偏殿。记住，一根丝线都不能碰断。末将领命。只是朝这东西是谭台家秘工匠，恐怕无人能解。若强行拆解，一旦触发自毁机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普通匠人解不开这种机关，传我的命令，立刻去找懂机关术的民间将士和退役工匠，我要亲自验看这件东西。主子，这件事若让上面知道，恐怕会引来更多追问。不必隐瞒，这件事关系整座城的安危，越早处理，越少人遭殃。草民东方氏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客套话免了。东方氏，天下第一锁匠，公叔家外门最得意的叛徒，看看这东西能解吗？皇后娘娘，您这是给草民找了个会掉脑袋的绝活啊！大周段台家的蛛网核心，这东西碰了，段台家的人能追杀我到天涯海角。不碰它，南齐边境一破，你连摆摊的地方都没有。段台家既然把手伸进了京城，你觉得你躲在江湖缝隙里就能独善其身？娘娘教训的是，不过这蛛网里藏了3重连环反锁，只要拆错一根线，里面的剧毒钢针就会炸开。草民这条贱命不值钱，伤了娘娘可不好。墨家的传人，本宫也已经派人去请了。本宫不仅要你解开它，还要你把这蛛网改造成南齐守城用的天网。攻防转换，娘娘真是好大的胃口。不过公叔与墨家向来不和，您把那群死脑筋的墨家木匠招来，草民怕这偏殿等会儿会被他们拆了。皇上驾到！凤九爷，你把这江湖上的鸡鸣狗盗之辈弄进宫来，甚至动用了当年的少将密令，就是为了这些破铁块。皇上，这不是破铁块，这是大周谭台家用来要你性命、要南齐江山的利器。臣妾若不召他们入宫，不出3个月，京城的城防大阵就会变成一片死地。谭台一族的机关术，林家真是给朕留了一份好大礼。哼，东方氏，朕听过你的名字，解得开，朕免了你当年的盗墓死罪；解不开，你就和这块铁一道埋进行者司的化尸池里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妾见皇上连日来为了西山遇刺与地下武斗场的案子操劳，龙体受损，心中实在腾腾。这是臣妾在小厨房亲自守着火候熬了3个时辰的参汤，最是补气养血。皇上恩准臣妾伺候您用一些吧。放那儿吧，朕现在没心思用这些。慕容大族在这几份黑市名单里牵扯极深，你若有心，不如去劝劝你父亲早些交出兵符，免得朕动手。皇上，臣妾的外祖家确实糊涂，但这参汤是臣妾对皇上的一片真心。皇上便是要治罪，也先保重龙体。来，臣妾伺候您。慕容禅，朕给过慕容家机会，你现在收手，朕还能保你在后宫衣食无忧。皇上，臣妾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臣妾只知道，您若是垮了，这南齐的天下才是真的要乱了。请皇上喝了这碗汤，别让臣妾的真心白费。娘娘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慕容大族今天一早就在暗中调动京郊的私兵，似乎有异动。而贵妃娘娘半个时辰前单独去了御书房。私兵异动，他却在此时去见皇上，慕容家这是要狗急跳墙。需要属下带禁军进去搜查吗？不必，本宫亲自进去。他若敢在御书房行凶，本宫当场卸了他的胳膊。娘娘，那西域千蛛虫的毒性极强，传闻只要沾染皮肤，便会顺着血脉钻入心脉，您万万要小心。本宫知道。别碰到他！别动，桌上有毒。慕容禅，西域的千蛛虫你养得不错，若不是本宫当年在北境与西域一族交过手，今日还真让你这不入流的手段得逞了。不是的，皇上，臣妾没有，是凤九爷血口喷人，他嫉妒臣妾给您送汤，是他自己带了毒虫来陷害臣妾的，皇上明察呀！闭嘴！这御服内殿的卷宗上全是腐蚀的痕迹，千蛛虫的毒液遇热即发。500，把这个毒妇给朕拿下！传令江林，不必等了，立刻带禁军包围慕容府，凡有反抗者，就地格杀。遵旨。你明知道这东西有毒，还用手去抓？你当自己的手是铁打的？若非如此，现在躺下的就是皇上了。臣妾的手伤得不重，皇上还是先派人去接应江林吧。慕容家绝对不止这点手段。奉圣上谕旨，慕容家勾结外敌，弑君谋反，
按律满门抄斩，来人，破门！江林，你不过是皇家的一条狗，我慕容家3代元勋，没有皇上的亲笔诏书，你敢擅闯私邸？慕容大人，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皇上的御笔。贵妃在御书房以西域千蛛虫谋逆弑君，已经招供。皇上有令，凡慕容一族9族之内，一个不留。产儿误我，产儿误我呀！反抗者就地格杀，给我搜，查拆所有田产银两，谋反铁证。报将军，正厅耳房发现大量私藏的军械弓弩，数量足可装备3000人。全部封存上交。将军开恩，小人只是奴才，谋反的事儿，小人一概不知啊！带走，去行者寺和你们大人一起审。今夜之后，南齐再无慕容家。东方氏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本宫的皇帝和弟妹，若是在这地道里有个3长2短，皇上定会摘了你的脑袋。长公主殿下，您就别催了，这可是谭台家建了一半的蛛网密道，到处都是连环锁，走错一步，咱们4个瞬间就会被切成肉片。你们的主家已经满门抄斩，现在放了王妃，本王保你们留个全尸，若敢伤她一根汗毛，本王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少废话，让那个锁匠快点开门，等我们出了城，自然会放人。再敢多嘴，我现在就割了他的喉咙。王爷，别管我，他们走不掉的。开了，都跟紧草民，千万别踩地上的青砖。既然谭台家将这东西送到了朕的眼皮子底下，那便不需改动，直接将这蛛网布在京城4门外。诸国联军若敢来犯，只要踏入阵中，朕要让他们有来无回，全数化为血水。绝对不行！皇上，蛛网是灭绝人性的杀人术，一旦开启，不仅是敌军，周边的无辜百姓、飞禽走兽也绝无生还可能。此等暴虐之物，有违天道。天道？诸国围攻南齐在即，若是城破，南齐千万百姓便是人为刀俎。只要能赢，用什么手段重要吗？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绝杀的威力。两军交战，各为其主。沙场征战靠的是刀兵血性，而不是靠这种阴毒的机关把人间变成地狱。臣妾主张改杀人术为防御术，拆除切割的钢线，改为困敌的铁网，保留仁义非共之道。哼，仁义？凤九言，你是在战场上杀过人的将军，现在来跟朕谈仁义？若因你的仁慈导致京城失守，你对得起凤家军，对得起朕吗？正是因为臣妾在边境见过尸横遍野，才明白为君者若失了底线，与暴秦何异。凤节军护的是南齐的百姓，而不是一个靠阴毒机关筑起血腥王座的暴君。皇上，娘娘，这机关其实……闭嘴！林家和谭台家既然能悄悄在京城地下埋下这些东西，那就是天意。只要开启这道血锁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。诸国联军只要敢踏入南清京城一步，朕就让他们全军覆没。南清要赢，顾不得那么多。那等阴狠机关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皇上可曾想过，这些钢索一旦发动，不仅是敌军，京城周边的村庄、百姓，甚至是战后路过的无辜商贾，都会被这金刚丝线所伤。若是天下诸国纷纷效法这霸道术，人间便再无太平。太平？若是城破国亡，朕的百姓连做游魂野鬼的机会都没有。战场之上，胜者为王。朕要的是绝对的胜算，而不是妇人之仁。这不是妇人之仁，这是为君者的底线。皇上，正统兵法当以人战为主，机关为辅。靠这等灭绝人性的屠杀术赢来的天下，与暴秦何异？臣妾定要改了它。依你，东方氏按皇后的意思办。草民领旨。得亏娘娘心慈，否则草民天天守着那画师的血锁，真是连觉都睡不安稳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不让你用血锁杀人，不代表不让你御敌。本宫要你把里面的绞心饥荒全部拆掉，改成控场的锁龙网。娘娘，这蛛网核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连环绞杀力，一旦把丝线改成钝重的铁锁，机关的弹射速度会慢上3成。诸国铁骑速度极快，要是网开得慢了，根本拦不住他们。哼。这便是朕担心的。凤九言，你为了你的仁义，
要拿南齐将士的命去填这3成的速度差吗？谁说要硬碰硬了？铁锁虽然重，但柔韧度远超金刚丝线。东方氏如果在内部加装公输家的9轴齿轮，用杠杆之力借力打力，弹射速度能否补回来？妙啊！公输家的9轴连环，不愧是凤少将，竟然也懂我们公输家的不传之秘。如果是这样，只要铁锁缠住马腿，那惯性就能把后排的骑兵成片绊倒。既然有法可循，那就别浪费时间了。东方氏3日之内朕要看到新机关的成品。皇上，3日，这可真是要了草民的老命了。皇上放心，臣妾这3日会亲自守在军工坊，出任何差错，臣妾领罪。朕不要你的罪，朕只要南葱大捷，你给朕毫发无损的回来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，这些带倒钩淬了毒的下三滥东西，通通砸碎熔了。咱们现在造的是南齐的正统铁壁，别给老祖宗丢脸。谁要是敢在尺寸上差了1毛，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。东方师傅，没有了这些倒钩，铁网的杀伤力确实少了大半。没有血迹吓唬人，那群诸国蛮子真能被咱们这盾铁锁拦得住吗？废什么话！皇后娘娘说了，战场上能活活困住敌军，比杀了他们更有用。咱们把金刚丝线换成特制的牛皮手铁锁，柔韧度翻倍，只要缠住马腿，神仙落进来也得摔个跟头。东方师傅，娘娘在上面拖住了工部那群和谈的老顽固，特命属下送来1000斤西域玄铁。娘娘说了，要人给人，要物给物，皇家的库房今夜为你敞开。哈哈，玄铁，这可是有无价的宝贝，替我谢谢娘娘。有了这批料子，明夜此时第1批锁龙网就能运往京城北门。吴大人，你瞧，这里加了公输家的连环减速阀，一旦敌军触网，锁链只会随着他们的挣扎层层收紧，将人马牢牢锁死在原地，绝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人切成碎片，更不会误伤城下的平民百姓。这才是真正的守城之法。娘娘的坚持终究是没有白费啊！哼，老子在江湖上当了大半辈子贼，人人喊打，想不到今天居然在坤宁宫拿了御赐的铁锤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能得皇上与娘娘同时信任的人，天下不出3个。东方师傅，好好干，南齐的边防今夜全在你我手中。大家伙听到了没有？皇恩浩荡，把手里的力气都给老子使出来！这熔炉今晚谁也不准熄火，明天天亮前必须把第1批核心轴承赶制出来。是。哈哈哈哈！军师，4国同盟书已签，4国已成合围之势。北燕攻其北门，东山断其海路，大夏自西面推进。我南疆10万大军直取南极边防，南庆这次插翅难逃了。大周谭台家的名号确实好用，若不是军师拿到南齐林家送出的朝廷换防图，撕开那道防线，我大夏骑兵也不会如此顺利越过界河。南齐皇帝刚在猎场遇刺，朝廷又在大肆清洗慕容家，内部正是一片混乱。此时不出兵，更待何时？诸位将军莫要轻敌，南齐皇帝萧玉并非等闲之辈，更何况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凤九言。凤九言不过是一介女流，就算他拿回了凤家军的虎符，面对4国联军50万铁骑，他能守得住哪一扇国门？他守得住。当年在北境，我谭台一族便是败在他的银枪之下。传本军师令，北燕大军全力攻北门，不得有丝毫保留，必须在南齐改制诸网完成前生撕了这道屏障。皇上，北燕大军已至幽州城下，南疆10万大军攻破泸水，大夏东山2路并进，我朝守军伤亡惨重，请皇上速速定夺呀！皇上，4国同时发难，我朝兵力分散4境，根本无力同时抵挡，不如向大夏或东山割地求和，先解了这合围之势吧。放屁！南齐开国至今，只有战死的将士，绝无割地的君王。再敢言和者，朕灭他9族！皇上，4国联军看似势不可挡，实则各怀鬼队。大夏求财，东山谋海，南疆要地，唯有北燕是受了谭鼻族的挑唆，要灭我南齐。只要能拖住北燕，其余3国不足为惧。娘娘，可如今4面受敌，北门的军工坊还在不分昼夜的改制办机关，东方氏那边至少还需要2日时间。这2日，我们拿什么去挡大夏和南疆的独攻？2日时间，本宫亲自去大夏军中借给他们。大夏此次出兵，动用西域巫医的尸毒，我边境守军死伤惨重。但据臣妾所知，大夏国主生性多疑，且极度畏死。大夏军中如今并无此毒的彻底解法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朕派密使将这2瓶所谓的解药千里加急送去大夏军帐，他们岂会轻易相信？正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才不敢贸然进攻。
臣妾让人在解药里加了微量的千株虫粉末，此药服下能伪装出百毒不侵的假象，但3日之后便会彻底断绝心脉。大夏国见药必会找人试药，只要试药人无恙，他便会动摇。没错，猜忌北燕是不是故意隐瞒解药，以此来控制他们？这一战我们不仅要守住京城，更要利用4国猜忌，借力打力，打掉北燕这第1强国，打出一个更为强大的南齐。九言，你这胸间胜过朕所有文臣，朕何其有幸能得你为后。这次若能大捷，你便堂堂正正站在朕身边，共享天下一统。皇上，大敌当前，正事要紧，臣妾的计划需要吴白亲自走一趟西线。朕知道，但朕更知道，若没有你，朕要这万里江山又有何用？臣妾只求凤家军渊明照晓，农齐百姓免受战火。至于其他，等赢了这一战再说。吴白，滚进来！军师，南齐派人送来的根本不是什么解药，而是催命的阎王帖。军师，大夏若是迟疑，我南疆的侧翼可就完全暴露在凤围军的突袭范围之内了。要不，咱们先安营扎寨，等查明这毒药虚实再议。假的，按照南齐制解药的速度，他们自己都不够用。假的，这不过是凤九岩那女人用来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。可这毒死人的手段实实在在。他就是故意要毒死大夏的人，让你们心生恐惧，主动放慢攻势。如今京城的蛛网机关正在日夜改制，凤九岩要的就是这2天的时间。军师英明，那依军师之见，我军该当如何？传令下去，不必理会，继续进攻下一座城。告诉前线将士，明早拂晓全速拔营。3日之内，我要看到沧州城破，拿南齐百姓的血来祭我大周的亡魂。军师，北燕那边也传来消息，说是京城北门似乎有大规模的工匠调动，异象频频，怕是凤九岩亲自在督阵。凤九岩，当年在北境，你凤家军毁了老主子的100年基业，去告诉大夏带兵的将军，富贵险中求，若想在南齐国破后分得一杯羹，现在就给老子把人命填上去！传令3军，摇鼓！袁战，你袁家在东山隐姓埋名20年，口口声声说是世代经商的良民。若不是这次4国大举攻齐，谭台眼在暗中传信，本宫还不知道，姑的眼皮子底下居然藏着大周皇室血脉。殿下，袁家富可敌国，暗中豢养了无数死士，如今大周余孽在前方呼风唤雨，这袁战必定是谭台眼留在东山国的内应，不尽早除之，我东山大军危矣。殿下，袁家自前朝破灭后便隐居东山，20年来循规蹈矩，从未参与过任何谋逆之事。袁家对东山国绝无二心。那你怎么解释谭台眼密信里的100年复国大计？谭台眼是谭台眼，袁战自幼长在东山，吃的喝的是东山的米和水。若您疑心我与他同谋，可将我关押下狱，只求殿下放过袁家其他人，放过我那不知情的家眷。殿下开恩啊！袁战与微臣的小女婚期在即，他绝不可能勾结外敌，请殿下念在袁家多年来为东山筹措军饷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阮将军，正因为他是你的准女婿，本宫才留了他一条性命。若是换作旁人，袁氏一族便不复存在。阮将军，不必再为罪犯求情，是袁战福薄，耽误了令女，请大人转告令爱，往后莫要再等我。带下去，打入死牢最底层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成了。娘娘，皇上，公叔家的9轴连环配上墨家的非公死劫，草民把这2家的牢底儿都掏空了。这改良版的锁龙网总算在京城外围合拢了。方才本宫看那铁锁回收速度极快，可曾试过它的韧度？娘娘放心，小的用西域玄铁加固了轴承，要是那群蛮子的铁骑冲进来，铁锁瞬间绞死马腿，任凭他们有万军之力，也得在这栽跟头。凤九岩，朕收回之前的话。这锁龙网若真能如东方氏所言，困敌而不杀戮，确实比谭台家的暴虐蛛网更适合作为我南齐的国门屏障。皇上圣明，为君者施仁政，兵家者行仁义。大国之危在于御敌于国门之外，而非杀尽天下之人。这道铁壁护的是京城100万生灵的安宁。启奏皇上，守城禁军已经按照东方师傅的图纸，
在京城北门的另外3处要道布下了小网，只要敌军赶来，随时可以合围。东方氏改制机关有功，免去你昔日江湖所有罪责，赐黄金1000两，封工部营造司正五品主事。草民，哦不，微臣叩谢皇上隆恩。娘娘，草民再也不用东躲潜藏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但战事未定，你还得留守军工房，随时准备调整机关节点。微臣遵旨，只要管饭，微臣在工房睡3个月都行。皇上，皇上，宣城守军快打光了，北燕铁骑已至城下。什么？宣城？北燕的主力不是在幽州吗？怎么会突然绕道直扑宣城？是谭台眼，他用大批死士伪装成主力，在幽州虚张声势吸引我军注意，实则亲率北燕30万重装铁骑借道大夏的盘山密道，3天夜袭了宣城，城中粮草被烧，北大营林老将军已然战死。林老将军战死了！宣城乃是我京城西面的最后一道门户，若是宣城失守，北燕铁骑2日内便能顺流而下，直逼京师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宣城只有守军2万，林老将军一死，军心必散。皇上，咱们现在把京城的禁军调过去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京城禁军多为步兵，从京城赶往宣城至少需要3日。等禁军到了，宣城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谭台眼这一招声东击西，玩得够狠。娘娘，那依照您的意思，我们难道要放弃宣城，死守京城吗？可是京城西面没有险要地势，一旦宣城破了，东方师傅布下的锁龙网在西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啊！朕绝不放弃宣城，宣城若丢，南齐国门大开，朕对不起宣城死难的数万百姓。凤九言，你和朕想的是不是一样？是。既然大部队赶不上一线，那便由臣妾亲率3000凤家军精锐轻骑，带足连弩，连夜奔袭宣城。只要臣妾还没死，北燕的铁骑就休想踏进宣城一步。这金牌如朕亲临，南齐的所有兵马任你调遣。朕只要你活着回来，你若战死，朕绝不独活。臣妾领旨，三军听令，随本宫出发，血战宣城。朕在京城把后方盯死了，你若不回，朕绝不独活。皇上保重，臣妾14岁随父兄上战场，凤家军的枪从来不吃败仗，这一次也一样。朕不要听什么战功，朕只要你完好无损的回到坤宁宫。九言，你记着，你现在不仅是齐的凤少将，你更是朕唯一的妻。皇上，此去宣城，若臣妾守住了，请皇上答应臣妾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别说1个，100个1000个朕都依你。若臣妾活着回来，请皇上准许臣妾卸下这身战甲，不再做将军，只做您的皇后。好，朕在京城百里红妆，等朕的皇后凯旋。娘娘，3000凤家军精锐轻骑已在宣武门集结完毕，干粮、连弩、玄铁剑齿已全分发，随时可以拔营。出发。娘娘，全军整装完毕。根据前方探子的密报，北燕30万重装铁骑已经越过山谷，距离宣城只有不足1日的路程，我们必须从速前进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卸下所有不必要的负重，每人带3日份的干粮和双倍的剑匣，除了兵刃符具，其余辎重一律留在京城。娘娘，若是不带辎重营，一旦在宣城陷入持久战，我们后续的箭矢和粮草怕是难以为继。此战不是持久战，而是奔袭战。我们要在北燕铁骑完全展开阵型之前切入战场，只要能赶在宣城城破前到达，城内的武库就是我们的补给。所有人听令，上马，取道平原，从速前进。开城门！娘娘，前方就是百里滨河界限了，跨过这条河，再走50里便进入宣城地界。大军不停，直接踏过去。诸位将士，2年前本宫在这里痛失父兄，凤家军番号被夺，本宫以为此生只能为丝绸而活，但今日北燕铁骑践踏我南齐国土，宣城百姓正在受难。今日一战，不为凤家，只为南齐，本宫会冲在最前面。若本宫战死，无白接替指挥。禀报娘娘，北燕的前锋部队已经宣城东门和北门，林老将军虽死，但守城偏将正率领残部死守城门，东门城墙已经塌了一角。娘娘，北燕的主力骑兵现在集结在城外的开阔地带，我们只有3000轻骑，若是直接从正面冲阵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北燕注重正面强攻，西门地势险要，他们定然防备薄弱。吴白，你带1000人，带着火把和军旗，
去北燕大营后方的山口虚张声势，让他们以为我们的大部队到了。属下领命。那娘娘您呢？江林随我率领剩下的2000人从西门悄悄入城，我们要接管城防，只要能在大夏和南疆反应过来之前把北燕打退，宣城就能保住。大军分头行动，务必在半个时辰内到位。江将军，别过去！那是大周段台家的杀人诸王。林老将军就是被这机关活活绞断了战马，死在阵中的。娘娘，这机关与我们在地下武斗行见到的残片一模一样，但规模大了10倍不止，战马根本无法推进。传令下去，轻骑后撤500步，散开阵型，不得盲目冲阵。娘娘，北燕在大营后方布置了重兵防守，属下的疑兵之计被对方识破了。谭台眼不上当，他下令北燕铁骑借助蛛网机关的掩护，开始合围宣城东西2门。前有杀人铁网，后有铁骑包围，宣城城墙已经塌了。如果没有办法破了这蛛网，不出2个时辰，宣城就会变成一座死城。慌什么？谭台家的机关虽然霸道，但需要地底的微线铜轴作为支撑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我们带出来的物资里有破解之法。东方氏连夜赶制了50套破网神机的轴承，就压在后面的辎重箱里。江林，带人把东西抬上来。今天本宫就要用东方氏的防守术砸碎蛋台家的杀人网。娘娘，这盾牌极重，步兵举着都费劲。轻骑兵若是带上这个，速度会降下一半。速度降下一半，总比丢了性命强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卸下马鞍两侧的连弩，换上防守盾牌，以100人为一队，结成防御盾阵，平推过去。属下愿带第一队冲锋，为大军撕开缺口。本宫才是主帅，随我结阵，迎战！这不可能！那是谭台大人不传之秘，南齐人怎么可能拥有克制的机括？传令下去，转动2号绞轮，把丝线收紧，把他们的盾车切碎。江林，带人去砍了他们的掌盘手，绝不能让他们重新组织骤行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，砸了那些烂铁块！敌军机关已破，凤家军随娘娘杀敌报国！杀！撤退，撤回大营，快撤！一个不留，杀！不准退，后退者斩！给老子顶住！凤九言，拿命来！主将已死，降者不杀。娘娘，拓跋烈是北燕的悍将，他一死，燕的先锋营彻底废了。传令下去，不要穷追不舍。宣城城内有残敌未清，江林，你带1000人入城肃清残部，开仓放粮，安抚百姓。末将领命。拓跋烈虽死，但北燕的主力骑兵并没有完全折损。大夏和南当的军队现在驻扎在30里外，他们之所以按兵不动，是在看北燕的战果。娘娘，城内的粮草只够支撑5日，大水又冲断了南面的补给线。若是大夏和南当此时联合北燕残部反扑，我们很难守住。大夏国主生性多疑，本宫之前让吴白送去的药丸，已经让他们内部起了疑心。娘娘，那南疆呢？南疆这次出兵由谭台眼亲自坐镇，此人熟知兵法，定能看出我们现在兵力空虚。谭台眼要的是南期的江山，不是南疆的利益。南疆将领不是傻子，不会甘愿做他的炮灰。吴白，拿本宫的军令，派人去南疆大营散布消息，就说大夏已经和南齐达成密约，准备联手围剿南疆。属下明白，挑拨离间，让他们自行瓦解。去办吧。今夜加强城防巡逻，凡有雁动，立刻点火势。少将军，敌军退兵50里，咱们守住了。南疆和大夏的军队收到拓跋烈战死的消息，已经开始全面撤军，宣城保住了。不只是守住，传令3军休整3日，3日后跟本宫一起越过边界，直逼北燕皇城。娘娘，京城来信，皇上已经彻底查抄了慕容府，朝中世家势力被清洗干净。皇上得知宣城大捷，正亲自率领大军押送第2批物资赶往宣城。告诉皇上，不用在宣城碰头了。3日后，本宫在北燕的山海关等他。谭台一族不灭，丹青永无宁日。2年前凤为君丢掉的尊严，这次本宫要连同北燕的国门一起全部拿回来。娘娘，前面就是营房了，小心火盆。娘娘，我们真的要打进北燕去吗？怕了？不怕。2年前小人的哥哥死在幽州边境，全靠林老将军收留才有了一条活路。如今林老将军战死，小人愿意跟娘娘冲锋陷阵，为老将军报仇。把机关布置在宣城外围，留下5000人驻守，其余大军3日后拂晓拔营，目标北燕山海关。
少将军，前方30里就是北燕的黑山城，守军多为拓跋烈的残部。听闻拓跋烈战死，城中守军正在弃城逃跑。传令全军不准停下，借着风雪连夜攻城。3日之内，本宫要拿下黑山、白水、青松3城，切断北燕都城与外界的所有联系。皇上，黑山中破了，凤九岩只用了6个时辰，就用连弩射穿了城门，白水城守将直接开城投降了。如今农骑的红衣军已经到了青松城下，距离我们皇城不足100里呀。拓跋烈带了30万大军去宣城，就算败了，怎么可能连3天都挡不住？凤九岩不过是当年凤家留下的一个余孽。皇上，南齐军队用了东房市改战的防御机关，拓跋将军的蛛网阵法全毁了。现在大夏和南疆见势不妙，已经撤兵，我们北燕如今是孤军奋战了。一群废物，平时要想赢一个比一个快，现在大军压境，你们连个御敌的法子都拿不出来。朕的大燕江山，父皇您保重龙体啊！快传太医。娘娘，黑山和白水城内的物资已经全部清点完毕。北燕为了这次4国合围，把后方的粮草都调空了，现在这2座城就是空壳。北燕都城呢？城内还有多少守军？皇城内现在只有禁军5万，由大皇子统领，但燕皇病重，4皇子一直掌管着内宫的城防钥匙。这2兄弟为了争夺皇位，私下里已经动过几次手了。知道了，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强攻皇城只会增加我军的伤亡。北燕内部既然有裂痕，那我们就帮他们一把。伍佰，你今夜亲自走一趟，去见见那位4皇子。4殿下，别再犹豫了，这是大皇子寝宫里刚抄出来的东西，燕皇已经打算传位给大皇子了。只要青松城一破，大皇子就会以监国的名义，第一个拿你祭旗。这父皇居然真的要把江山交给那个平庸的老大？凭什么？这些年筹措军饷，安抚百官，哪一件事不是本宫在做？少将军说了，只要你明晚动手，南齐大军在城外绝不攻城，反而会封锁大皇子在外地的援军，助你登基。只要北燕向南齐称臣纳贡，退回幽州边界，这北燕的江山依旧是殿下您的。老不死的东西，是你不仁在先，别怪本宫无情。明晚子时，本宫会亲自带禁军统领去寝宫伺候父皇。城外的事，你们最好说到做到。殿下放心，南齐要的是边界太平，殿下要的是皇位，我们各取所需。明晚子时，南齐大军会在城外点火为号，殿下看火起便可动手。把东门的守军调去西门，凤九岩的骑兵擅长夜袭，西门地势平坦，最容易被突破。大殿下，西门的防务一直由4殿下的人马把守，我们没有调兵的令牌，4殿下那边怕是不会放人。哼，父皇现在吐血昏迷，本宫是长子，理应执掌大局。老4那个废物平时只会算计银两，懂什么打仗？告诉西门的统领，若是不听调遣，按违抗军令当场斩首。娘娘，伍佰那边发来消息，4皇子已经上钩了。大皇子今晚正好强行调动了西门的守军，彻底激怒了4皇子身边的将领。如今内城里面已经刀兵相向了。谭台眼呢？有没有发现他的踪迹？没有，自从宣城战败后，谭太眼就带着他的死士消失了。北燕皇宫里也没有他的消息，怕是已经弃车保杀，逃往别处了。他跑不了，只要北燕一降，大周的残余势力在北方就再无立足之地。江林，点火。畜生，朕还没死，你就等不及要来抢这个位子了？朕能给你的才是你的，朕不给你，连碰一下都是死罪。父皇开恩，儿臣也是听了大皇子要夺嫡的密报才一时糊涂，父皇饶命！逆子，去地下向大燕的列祖列宗忏悔吧！御林军听令，将这逆贼乱刀砍死！燕皇，这御林军恐怕是听不到你的调遣了。西门的守军已经肃清，凡是反抗的，就地正法。你们几个带人去把守皇城的各个库房，没有皇后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小人明白，这就带路。少将军，你总算来了。父皇他私藏了500死士，我差点就没命了。凤九岩，你怎么可能进得来？皇城外还有大皇子的3万守军，西门还有铁闸，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大皇子在半个时辰前已经带着残部北逃了。至于这西门，是你这位儿子派人打开的。你这个卖国求荣的逆贼，竟然引狼入室！废话少说，本宫今晚来只为2件事：第一，2年前北境战死的凤节君要一个交代；
第二，大燕的传国玉玺今夜必须易主。凤九言，你这个逆贼，竟敢擅闯朕的大殿！大燕立国100年，纵使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不向你南齐低头。不交玉玺，你以为今晚还能等到谁来救驾？是已经逃亡大漠的大皇子，还是坐收渔利的大夏与南疆？倒不如早点交出来，你这儿子不至于弑父，还能留你一条残命，安享晚年。若是等本宫的耐心耗尽，这宣政殿洗起血来，多一个少一个，并无区别。父皇，您就听少将军的吧，只要交出玉玺，儿臣一定好好奉养您，大燕的宗庙也能保全。臣叩谢少将军恩典，大燕往后愿为南齐属国，年年纳贡，岁岁称臣，绝不敢再犯南齐边境半步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明早拂晓举行登基大典，拟好降表，盖上这枚玉玺，派人800里加急送往南齐京城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本宫能扶你起来，也能当场摘了你的脑袋。微臣遵旨。娘娘，四皇子的降表已经送出去了，大夏和南疆的使臣在外求见，说是带了国主的亲笔信，想要与我朝重修旧好。让他们去京城找皇上谈，告诉他们，想要和谈，先退兵2/3，把边境的防御机关全部拆除。娘娘，这一战之后，北方边境30年内无忧了。凤家军的冤屈，天下人也都看清楚了。回宣城，本宫说过，要在山海关等皇车。臣妾幸不辱命，北燕已降。九言，朕迎你回家。皇上，文武百官都在看着，不合理制。朕今日就是要让这天下人看看，谁才是南齐的功臣，你受得起这礼？皇上，按照规矩，皇后班师应先去太庙告祭祖先。降表朕已经看过了，北燕割让幽州等16处重镇，年年纳贡。至于去太庙，朕会亲自陪同皇后前去，礼部只需备好祭礼，不得有误。微臣遵旨。此次边关大捷来之不易，主帅运筹帷幄，将士奋勇作战，实在令人敬佩。经此一役，边境局势终于稳定，朝野上下也能安心许多。边境虽定，但幽州等地的城防需要重新部署。北大营旧部伤亡极重，抚恤银两必须尽快发放到位。朕知道，这些事兵部已经连夜拟定章程，户部的银子3日前就拨出去了。你今日不谈国事，只谈归家。娘娘，您可算回来了，奴婢天天在宫里求神报佛，就盼着您平安。您瞧瞧，人都瘦了一整圈。皮肉之伤，过些日子便好了。这2年辛苦你了，朕在后方看着你的战报，每一次有青松城的消息，朕都在想，若是你出了事，朕清洗这朝堂又有什么用？皇上在京城清洗世家，顶着言官的唾骂，压力不比臣妾在前方小。如今内忧外患已解，南齐终于可以休养生息了。朕答应过你的事，绝不食言。等明晚太和殿的庆功大宴一过，准你卸下军职。姐姐，你看他那神气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南齐的摄政王呢。哪有女人天天在男人堆里打仗的？传出去也不怕脏了皇家名声。你少说2句。如今他风头正盛，皇上正护着呢。皇上，今日大捷，臣妾有一言不得不说。娘娘沙场斩敌无数，这双手怕是沾满了煞气，留在宫中恐伤了皇上的龙体和南齐的国运。宁妃，你说什么？臣妾是为了皇上的身子着想。民间皆知，妇人双手沾满血腥是不祥之兆，更何况是统领3军。够了，宁妃，若无皇后这双手在边境斩敌，你现在已经在北章的军帐里做了玩物。你吃着南齐的俸禄，住着皇后为你手下的后宫，却在这里诋毁大齐的功臣。来人，摘了他的宫牌，降为答应，幽禁冷宫，永世不得出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喝口茶压压惊。宁妃真是蠢货！如今凤九言带着大圣之威回来，大将军和各大世家都被连根拔起，皇上正愁找不到借口对付我们，他倒好，自己撞上去送死。那我们往后怎么办？大将军倒了，家里已经来人催了好几次，让您在皇上面前吹吹枕边风。吹风？现在去吹风就是找死！告诉家里，把尾巴收起来，凡是以前和北燕有书信往来的，全部烧干净。往后在宫里把头低下去，只要凤九言在一天，我们就得盘着。皇上英明，皇后娘娘神武。我朝文有皇上廓清宇内，武有皇后震慑四方，实乃大幸。愿我大齐江山万代，国运昌隆。这些世家留下的杂碎，
朕会替你慢慢清理干净。以后这后宫再无人敢对你不敬，你受的委屈，朕都会记着。臣妾不在乎这些言语。当年父兄战死，凤家背负污名，臣妾隐姓埋名入宫，要的不过是一个公道。如今公道已得，南齐天下大定，臣妾便安心了。安心便好。今夜大宴之后，你我夫妻再不分彼此。娘娘，当年林燕儿之所以能用血给皇上解毒，不是因为她体质特殊，而是因为她吃了用凤儿书举的心头血炼制的母骨药引。原来如此，林家、谭台家，他们不只是要微香的命，他们是要吸干她的血来续他们的长生吗？朕体内的毒，竟是用你妹妹的命压下去的。这2年来，朕竟然一直留着仇人的命。九言，这笔血债，朕陪你亲自去慈宁宫献了他。皇上，慈宁宫那边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单凭这一封手战，动不了太后背后的母族。这件事，臣妾要亲自查个清楚。娘娘，属下查过了，当年负责给凤二小姐诊治的太医，在凤二小姐过世的第2天就告老还乡了，但在半路上遭遇山匪，全家无一幸免。灭口做得这么干净，说明宫里一定有地位极高的人在帮他们掩盖痕迹。林燕儿一个人做不到这个地步。那手诀上提到的谭台家死士组织，属下在京城郊外的庄子里抓到了2个活口，现在已经关进了刑者司。带路，本宫今晚亲自审。太后这2日在慈宁宫有什么动静？回皇上，太后这2日闭门礼佛，不见任何人。只是昨日桂嬷嬷私下里出过一次宫，去了西市的几家药铺，买的都是些寻常的定神药，派人把慈宁宫围起来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属下遵旨。林燕儿当时不过是个贵妃，没有太后的御林军手令，她怎么可能在深宫禁地神不知鬼不觉的换人？说，那晚慈宁宫谁开了门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奉命在宫外接应。本宫的耐心有限，2年前本宫能杀光边境的北燕死士，今日就能让你们在刑者司事变81道刑罚。我说，是太后身边的桂嬷嬷，是太后为了云儿骨控制皇上亲自默许的。当年灵燕儿拿来的药方，就是桂嬷嬷亲手递进去的。娘娘，既然真的是慈宁宫，太后这是要用皇上的命来保他们母族的荣华报国。娘娘，桂嬷嬷毕竟是太后身边的人，如果没有皇上的手谕，禁军恐怕不敢直接闯宫。皇上那边本宫自会交代，出了事，本宫一肩调制。皇后娘娘，太后已经歇下了，无诏不得擅闯。让开！老奴见过皇后娘娘，大半夜的，娘娘带着这么多兵马围了慈宁宫，不知道老奴犯了什么罪。桂嬷嬷，2年前承乾宫偏殿的那把火，你可还记得？跟本宫走一趟吧。刑者司的死士已经把供词签了。娘娘，刑者司那边连夜传来的消息，那几个谭台家的残余死士已经全部招认了。当年把2小姐送进承乾宫偏房，偷偷换掉守卫的，正是桂嬷嬷拿着慈宁宫的手令办的。本宫早就该想到，林燕儿在后宫虽横行霸道，但若没有太后的御林府的门都摸不到。2小姐当年那么信任慈宁宫，还亲手为太后抄写了3个月的佛经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？在他们眼里，凤家人的命不过是用来制衡皇权，也保住了太后的权位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带人去了慈宁宫，看娘娘的样子，今晚是要和慈宁宫彻底清算了。当年朕中毒，太后口口声声说是林燕儿寻遍天下名医才找到了解药，朕感念林家的恩情，任由林燕儿在后宫专宠多年。甚至连凤君被诬陷时，朕的忌惮太后而没有彻查。皇上，若是娘娘今晚在慈宁宫动了手，怕是会落个忤逆的罪名。那些御史言官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陛下，慕容家余党在京中散布谣言，说陛下您……朕连慕容家都剐了，还怕几个言官？传朕旨意，封锁内宫各道宫门，没有朕的命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慈宁宫。臣遵旨。江林，随朕走。太后娘娘，老奴派出去打探的人回来说，刑者司关押的那些死士已经撑不住招了。慌什么？哀家是皇上的亲生母亲，是这南齐的皇太后。凤九言就算立了天大的战功，他也是农齐的臣子。他若敢背负忤逆弑母的罪名闯进来，哀家定让大齐的唾沫星子淹死他。可当年凤微兄的事情一旦败露，皇上那边……当年动手的是林燕儿，出谋划策的是谭台眼。你不过是奉了哀家的口谕传了个话，大不了今晚你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。只要哀家还在这个位子上，你的家人哀台自然会保他们一世荣华。太后娘娘，看看这些东西，可还觉得眼熟？2年前承乾宫的血，今晚该还了。皇后娘娘，当年换掉守卫，
把凤二小姐送去药人偏殿的全是老奴一人所为，是老奴记恨凤家得宠，与太后娘娘无关。要杀要剐，老奴一人承担。凤九言，哀家虽久不执掌大权，但依然是这南齐的太后。你竟敢在哀家面前擅杀大臣，践血佛堂！皇帝，你就不管管你的好皇后？母后，朕给过您退归佛堂安享晚年的机会。几年前，您为了用母姐要人牵附朕，扶持外戚，纵容林燕儿害死凤微伤，朕体内的毒是用朕结发妻子的妹妹的命压下去的。这笔账，今日该清了。皇儿，你疯了！哀家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哀家做这些全是为了保住你的皇位，为了不让朝权落入外戚手里啊！你竟然为了一个死人要来逼宫母亲！为了皇位，太后当年给皇上下毒时，可曾想过他是你的亲生儿子？微璇死的时候只有16岁，他进宫不是为了你们的权谋，他只是想活命。传朕手谕，太后因病失德，自今日起，褫夺太后徽号，幽禁慈宁宫佛堂，终生不得踏出一步。大齐上下凡有私通慈宁宫者，满门抄斩。皇上，慈宁宫内事已全部看管，外城世家有逼动者，已被北大营就地斩杀。九言，微伤的仇报了，这南齐的江山干净。恩怨已了，皇上回宫吧。小玉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竟敢忤逆亲生母亲！你这个暴君，你注定众叛亲离！朕的江山有皇后并肩，便绝不会孤单。带下去。你以为凤家死心塌地忠于你吗？凤九爷手握北大营兵权，他迟早会反了你这大齐。大齐的江山有一半是皇后打下来的，他若要，朕拱手相让又如何？皇上，太后终究是您的生母，若是直接贬为庶民，幽禁冷宫，朝中老臣怕是会集体进谏，参皇上一个不孝之罪啊！大夫，看看这些，太后伙同外戚，私下里给皇上下毒，用母骨操纵朝政，甚至残害忠良之后，若是不办，南齐法度何在？朕今日叫你来，不是商量，是拟诏。太后失德，谋害大齐功臣，即日起削去一切尊号，搬出慈宁宫。御史台若有人不服，让他们来找朕。微臣遵旨，这就拟定诏书，通传天下。娘娘，太后这次是彻底翻不了身了，二小姐在天之灵也算能安息了。微回要的不是这些死物，太后虽倒，但谭台眼依然活着。大周的那些机关残块还在流传，这底下的隐患并没有完全消除。娘娘是觉得事情还没结束？等京城的事情安顿好，本宫要亲自去一趟边境，把谭台眼找出来。大仇得报，老子要回江湖喂鸡去了。凤九言，这深宫大院锁得住你那杆亮银枪，却锁不住你这个人。要是哪天在宫里待得不痛快了，随时来江湖找我。不会有那一天，我的战场如今就在这里。你倒是一如既往的固执。那个当皇帝的虽然对你不错，但这宫里的多如牛毛，你真受得住？以前是为了报仇，现在是为了南齐的百姓。只要边界不起战火，我在哪里都一样。要不要属下猎无信叫下来？这毕竟传出去，怕是不妥。不用，猎无信这2年为了查清要人案出了不少力。他是个江湖人，今晚过了他便不会再来京城。让皇后送他一程吧。皇上英明。九言在宫里没有几个可以说真心话的朋友，猎无贤算是一个。朕希望他今晚能喝个痛快。行了，酒喝完了，话也说尽了。凤九言，往后山高水长，你自己保重。保重。人走了。走了。他说他要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了。朕虽然不能给你江湖的自由，但朕给你南齐最高的尊荣。走吧。起风了，回屋。微臣在江州假借贪腐之名，暗查大周余孽在江南设下的盐铁资金链，如今账本已全数收齐，请皇上过目。凤老爱卿，快快请起。这2年委屈你了，为了瞒过慕容一党，不得不让你背负恶名，远发江州。能看到九言平平安安带兵回来，凤家的冤屈洗净，老臣受再多的委屈也值了。父亲，女儿不怪您了，当年是女儿年少气盛，不知您和皇上的通盘筹谋。
江林，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前大司马奉湛暗查逆贼，功在社稷，兹特授为兵部尚书，统领京城6部防务，凤门一族彻底平反。钦此。臣叩谢圣恩，定当为大齐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九言，朕说过会给凤家一个交代，如今兵部交到凤大人手里，朕最放心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九言，如今凤家虽重新站稳，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往后咱们妇女更要小心谨慎。父亲放心，兵权虽交了，可北霸营只认凤字旗，谁再敢动凤家，也得先掂量自己的脖子。回府，今晚一家人好好吃顿饭。皇上，后宫空虚，国本不稳。娘娘虽有战功，但至今无子，且手段狠辣，连杀内侍与世家妃嫔。臣等请皇上广纳贤良，以延绵皇嗣。皇上若是不答应，老臣今日便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，以谢先皇列祖列宗。放肆！朕的后宫何时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？宁妃犯法，贬为庶人是罪有应得。皇后统领大军为大齐开疆拓土，你们却在这里拿五子说事。皇上，军中救后只听皇后令，其父又任兵部尚书，若不广纳贤良，长此以往，国本不保。娘娘，前朝闹起来了，那帮老顽固借口娘娘无所出，且凤家功高战重，在金銮殿上跪谏，逼皇上选秀，还要求削弱兵部尚书的实权。这帮老东西，打仗的时候一个个缩在后面，如今太平了，倒有心思来算计娘娘的后位。他们不是为了选秀，他们是怕了。太后和慕容家一倒，朝中世家势力十去其八。他们若是不借着国本的游资抱团，迟早会被皇上一个个清理干净。那娘娘，我们要不要让北大营的将士上书，压一压这帮文官的气焰？不用，此时上书，正好落了他们口中意图谋反的口实。前朝的事，皇上自会处理。本宫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翻出什么风浪。你们口口声声为了大齐社稷，朕问你，2年前北燕围攻幽州，你礼部在做什么？慕容家勾结外戚的时候，你们的乌纱帽又在哪里？皇上，一码归一码，皇后无子，凤家势大是事实，臣等是一片忠心啊！传朕旨意，礼部侍郎结党营私，污蔑皇后，革去一切职务，永不录用。至于选秀一事，朕今日把话放在这里，朕知大齐绝不纳妃，谁若在意，按谋反罪论处。皇上，臣等也是为了皇嗣，为了南齐国本啊！朕今天就把国本告诉你们，朕的江山是皇后陪着朕一刀一伤杀出来的。你们谁想送女儿进宫分皇后的权，朕就先抄了谁的满门。朕倒要看看，是你们的国本硬，还是朕的剑硬。传朕旨意，带头贵贱的这几个人全部革职，彻查他们与之前落马世家的资金往来。皇上，今日动了天子剑，前朝的动荡怕是又要波及地方。波及便波及，朕能平一次，就能平第二次。九言，瑞王从边境送来喜报，瑞王妃阮福玉有喜了，大军在边境驻守稳定。瑞王正准备上书请旨，等局势再稳一些，便带内眷回京。这倒是个好消息，福玉在边境受了不少苦，如今总算有了指望。皇上，娘娘今晚晚膳用的极少，刚才还干呕了几声，奴婢不放心，这才请了太医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娘娘！娘娘这不是生病，这是滑脉，已有2个月身孕了。因娘娘常年练武，脉象沉稳，今日才显现出来。九言，你听到了吗？朕有孩子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！居然在这个时候，2个月前，正好是宣城大政、大军班师的日子。赏！重赏！去把宫里最好的安胎药全拿来，告诉内阁，不用等明天早朝了，连夜拟旨通传全国。奴婢这就去小厨房准备娘娘爱吃的清淡点心。皇上，这下前朝的那些老臣该彻底闭嘴了。他们不仅要闭嘴，还得给这南齐的江山往后有了最好的传承。皇上，恭贺皇后娘娘，大齐江山万代，国运昌隆。即日起，妥善安顿后宫女眷，各赐厚礼返乡，许其自由择伴，安稳度日。单其自今日起，后宫唯留一后，
主上此生独守凤九岩一人，相伴终老，绝不相负。主上，此令一出，历来旧例便被打破。且世家送女入宫，本是为维系朝堂安稳。朕这般安排是想断了届后斩，如今朝见过来，诸位只需安心履职，恪守本分即可。主上安康，娘娘顺遂。皇上今日这道圣旨，是把朝中剩下的世家彻底逼到了死角。他们往后没有了后宫这条路，怕是会在地方上有些小动作。朕就是要断了他们的念想。以前朕不得不纳妃，是为了在夹缝中求生。如今北大营在你手里，兵部在凤大人手里，朕若是连自己的妻子都护不住，当这个皇帝有何用？臣妾只是担心皇上的名声。史书一记，大齐出了个废除后宫的皇帝，那些文人墨客怕是要写文章编排你。让他们写去，等过几年百姓安居乐业，他们自然知道谁对谁错。把宁妃那份也备下，她虽犯了错，但如今后宫已废，让她哥哥带她回江州吧，莫要在冷宫死守着了。娘娘，名册上一共有16位，除了暂居别院的那一位，其余人的行装路应和随身用度都已经准备妥当了，每人一份安家用度，另备城外田产，足够往后安稳度日。娘娘仁厚，换了别朝，这些妃嫔最好的下场也是去赶夜寺出家，如今能回家过日子，当真是极大的恩典。他们进宫也是家族逼迫，如今放出宫去，对大家都好。娘娘，神武门那边传话，所有的主子们都按时出宫了。贤妃娘娘临走前还特意给小皇子留下了一件她亲手绣的百福被。出了这道门，他们才是活着的，在这深宫里多待一天都是折磨。往后这坤宁宫，不，这整个后宫就只有娘娘和皇上2个人了。奴婢伺候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皇宫这么干净。九言，今天后宫空了，朕心里反倒踏实了。皇上废了后宫，往后若是遇到了难处，可就真的只能指望朝堂上的那些规矩了。有你在，朕什么都不怕。2年前在北境，你手里的长枪能破万军，如今在这京城，你我夫妻同心，这天下便出不了乱子。九言，你快看，老大这眼睛像你，他刚满月就一直盯着朕腰间的佩剑看，以后长大了定能统领北大营。他是大齐的长子，按规矩要立为皇太子，往后要跟着太傅学治国之道，不能总想着动刀动枪。那这个小的就去领兵。刚才还把朕的龙纹玉佩抓在手里不放，性子倒是个坐不住的。次子不背负国本之重，倒可以过得随性些，只是皇上不能过于纵容，免得他长大后目无国法。朕的儿子自然有分寸。前朝那帮老东西总说后宫空虚影响国本，如今2个孩子落地，朕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找什么借口。皇上，内河的册立诏书已经拟定，通传各州的公文今天早上已经发出去了。幽州、宣城等16处的驻军听闻太子出生，各营将领已联名上表齐贺。好，让兵部把这次的犒赏按规矩发下去，尤其是2年前参与过宣城之战的北大营旧部，必须核对名单，不能漏掉一人。娘娘，江州那边，奉尚书今天差人传回了密信，信上说，江南几个残余的世家已经把私产全部上缴，彻底安分了。如今朝廷在地方推行新政，百姓都分到了田地。回信给父亲，让他保重身体。前朝留下的那些世家旧账，查清首恶即可。其余被胁从的人员，不必再大肆株连，让江南大局稳下来。大司马那边也传话了，北燕送来的今年第一批战败赔款已经运抵边境，正在由户部清点入库。这2年，前朝后宫总算都清理干净了。朕有时候看这2个孩子，总觉得有些不真实。臣妾在死人堆里拔出大旗的时候，也没想过能和皇上平平安安走到今天。当年是朕对不住凤家，让你背负了那么多，往后朝堂由朕盯着，兵权有凤家军守着，南齐再也不会有当年的惨剧了。你只管安心把身子养好，别的事情不用操心。恩怨都过去了，只要朝廷不乱，边界不起战火，臣妾便别无所求。九言，你看，这便是我们的天下，没有世家专权，没有后宫怨偶，海晏车清。臣妾会陪着您，一直看下，守着这片土地。此生有了你，朕当这个皇帝，不枉来这人间一遭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天千岁！大齐江山万代，国运昌隆！万岁万岁！